别了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沿途风雨险阻往心里放，看日月交换，欣喜和惆怅，眼睛就算迷茫，汗水会擦亮，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，人生在多波折，逆风而上，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，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。无休的故事，岁月会流传，那是因为有爱一直在身旁。这里有希望，这就是家乡。让没让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疯了啊！头家一个打，你别跑！ 给我站住！我怕你不敢！哎，什么？哎，放手！不要！啊，阿叔！你不要以为有我大哥护着，你就无法无天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哎呀，老光棍，放下！阿叔，你还是不要再说了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一定要他滚蛋。我什么？你嗅觉坏了，连酒精的味道都闻不出来吗？ 他先滚蛋了。他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头家。二头家，啊！你们说，我叫他出来见我，跟我摆什么架子啊？不肯出来，不肯出来，我跑进去站在他面前，称呼都不称呼一声，你说他是把我当死啊？二头家，老陈的性格一向是如此的。 连头家都会让着他。我大哥让他，并不代表我吃他那一套，叫他马上滚蛋。不行啊，二叔，阿叔说陈光叔是个难得的人才，一定要珍惜。董文啊，我们是做生意的，做生意为的是什么？赚钱。他现在搞的止咳药水，有赚到钱吗？ 你说，这什么这？干脆一点，没赚钱还要倒贴。那是因为陈匡叔研发出来的药物是要造福贫苦大众的，一般人都认为西药很贵，不敢来买，所以阿叔和陈匡叔就推出价钱便宜又有疗效的西药。放屁！大哥给他这样搞下去，迟早会倾家荡产。哦。 原来你怕的是这个啊！倾家荡产，二叔就没得寻欢作乐了。二叔，你不是说新州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吗？我们明天就要回去了，你快带我去吧。老是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，难怪脾气那么暴躁。你干嘛？连我也要骂？回去告诉张广平说，
他是个大混蛋，你为什么骂我阿叔？因为他该骂呀。我阿叔哪里惹你了？张广达是不是他弟弟？二叔当然是阿叔的弟弟啊。长兄为父，老嫂比母，他这个做哥哥的未能好好管教弟弟，让他在外面胡作非为。弟弟是个混蛋，那他就是个大混蛋。你一个字不漏的回去给我说给张广平听。知道了，我们去喝茶消消气吧啊。哎，你要买包子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你不写就走了，不要挡住我做生意。我要写，你算我便宜一点吧。要便宜去找别人，走走走走。阿婆，我帮你写吧。你收多少钱啊？不用钱。真的啊？阿婆，我们那边请吧。好好。小心哦。老魔怪，阿叔要我提醒你，尽快找个徒弟，把你的本事交给他。他怕我死掉啊？你真的以为你会长生不老？那你来吧。我？怎么？当我的徒弟不好吗？我可是求之不得。但是我这个娘惹，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，娘娘听闲言闲语，听到耳朵都快受不了了。迂腐。Marie Curie 在1903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了。老魔怪，你也太抬举我了，我怎么可能跟他相提并论啊？没志气。臭小子，你敢抢我的生意？没有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抢你的生意，我只是路过帮忙，我没有收老人家的钱的。你这个写信佬真的没天良。没你这事啊！走了，老太婆。阿婆，你先走吧，我没事的。我打死你，看有没有事。你这小娘惹，不怕又惹闲言闲语了吗？你误会了！谁？你也打得很累了吧？请你吃个包子。妈，你给我小心点。这包子他不要。你没听说过这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？老先生，你说他是狗？看来你并不笨。谁还要这包子？把它给丢了。哦。谢谢。傻头傻脑的。能让你这个老魔怪开怀一笑，这傻头傻脑还挺厉害的。祖传秘制百草精炼，来呀，哥来看啊！阿弟，你回来了，吃包子吧。你哪来的钱买包子啊？我帮一个老人家写信，他送了2个包子给我，我已经吃了1个了。这个你吃吧。阿弟，你这就不对了。既然有心帮人家，就不能接受人家的恩惠。我已经再三婉拒了，可是老人家还是硬塞给我。你吃个包子怎么够呢？这个你也吃了吧？不，哥，你吃吧，快吃，赶快吃。好，我吃。你为什么踩我包子？
你笑什么？你还我包子！你还我包子！阿弟，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是饿的，全身的力气好像都消失了。三位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和我阿哥2天前才从唐山来到这里。我管你是2天前还是2年前从唐山来啊？在这里做生意，你有没有拜码头啊？对不起，我们初来到贵地，实在不知道规矩，绝非有意冒犯，请各位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唱戏啊，我包打到你啊，哭爹喊娘啊！哥，这是我们刚赚来的，你们拿去吧。发抖啊？害怕？啊？那就眼睛给我放亮一点，大乡里，这几分钱就想打发我们了？你以为我们是乞丐啊？我已经说了，这是我们刚赚到的，我们仅有的钱。你们是哪里人？我们是客家永定人，这里是我们的地盘，不是你客家人的地盘。在这里做生意没拜码头，是只想找死是吧？抱歉抱歉，三位大哥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规矩，请别见怪。那我们马上收拾，马上离开。那好啊，我帮你们收。不要停啊！不要停！阿弟，阿弟，跟后面！不要你太重，不可以！不要打！阿弟，你快走啊！快走！不要跑！跑！救命啊！大流氓！快跑！你还不快跑！臭婆娘！喂，他晕了！喂，他晕了！你没事吧？惜别的家乡，沿途风雨险阻，往心里放，看日月旁边会有人追来。好吧，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。水会擦亮，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。你晕了。人生在颠簸中逆风而上，看潮泪交织，聚散无常，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难道你要我张天坤就这样死在南阳吗？不！我就是死，也要死得堂堂正正，不要当走投无路的丧家之犬。来吧，张天鹏。快上来吧！
进来了。跑到哪里去了？拉车的，没风没雨的，你的帘子怎么放下来？坐车的是个姑娘。姑娘，打开让我看看。这什么？这里开就开啊！好，好。什么事啊？来，走。哎，你们几个往那边找，你们这几个往那边找。那些人为什么要追杀你？他们说我没拜码头，还在他们地盘做生意。什么地盘，什么码头，大家都是从潭山过来的，只不过是前和后罢了。我带来了几十瓶祖传药油，都被他们打破了。本来还想靠这个赚点本钱，现在都被他们毁了。你刚到这里，人生地不熟。所谓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凡事能忍则忍吧。是，明珠小姐的话，天盆铭记在心。明珠小姐，能再见到你，真好。停车。一切小心。谢谢你再次救了天鹏。不谢。大家本是同乡，应该互相扶持的。走吧。等一等，张天鹏。你留着当本钱的，我们走吧。你别站着，快坐下休息吧。你身子有伤，刚才你还晕倒了，不能大意啊。我没事了，大叔。谢谢你帮我擦药，举手之劳罢了。你是小姐的朋友，招呼你是应该的。小姐，惠娘小姐是我头家的女儿，来，过来吃吧。大叔，你说惠娘小姐说我是她朋友啊？是啊，这些茶点也是她叫我给你准备的，来吃吧。谢谢，谢谢。张天一，没关系，你吃你吃。老魔怪，你还认得他吗？肉包子打狗，
他叫张天英，是客家永定人，前2天刚刚从唐山到南阳。跟我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我又不想认识他。那好，我不说，你来说。你要我说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我问你，有个病人上门来买药，可是钱又不够。你如果是这里的伙计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先帮他垫上药钱。先别答得那么爽快，这药钱可不便宜，可要你1个月的工资。救人要紧，我还是会先帮他垫上药钱。那这病人吃了你的药，非但没痊愈，还一命呜呼。他的家属找上门来，指着你的药害死人，不但没给你药钱，还要你赔偿。你呀你，好心没好报，将如何是好啊？我会告诉死者家属，我为他们去世的亲人感到难过，但是我绝对没有给错药，因为我知道药吃的对能救人，反之则能害人。我绝不会拿病人生命当儿戏的。好，答得好。好什么好啊？这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呀？老魔怪啊，老魔怪，你总得有个说法吧？我没说法。你是老板的千金，你都不嫌钱多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我知道了，张天英。不过1个月没有工钱啊？他说到就要做到啊！张天英，你听到了吗？1个月没有工钱，你还愿不愿意在这里工作，当陈叔的学徒啊？你不愿意啊？我愿意，我愿意啊！二叔就是要逗留在新州也不行了，过2天非回去不可。因为下个月初8是阿婆的60岁大寿，剩下没几天了。我正想送一副象征长寿长青的刺绣给你阿婆呢。那正好，阿婆一定很开心的。我就怕她不喜欢我。怎么会呢？阿婆这个人最慈祥的，她逢见人就笑呵呵的，她一定喜欢你。倒是，其实你2婶气我，那是必然的。那关你什么事啊？主张3妻4妾、享齐人之福的，肯定不是女人。那她为什么不阻止你2叔啊？你说2婶啊？她不是不阻止，是根本不知道。2叔是瞒着2婶回乡娶你的。阿婆等2叔走了之后，再告诉他，2婶哭天喊地，还闹着要寻死，连阿婆都拿他没办法，所以才让我阿叔催2叔赶紧回去。谁知道2叔借故逗留在新州，2婶肯定气疯了。这次回去，不知道他发多大的脾气了。小婶婶，你别被我吓到了。2婶再气你，她也不敢对你怎么样，因为家里有我阿婆、阿叔，还有我娘娘。阿哥，你先吃。阿弟，你也吃啊？好。我现在在这里，大口大口的吃饭。明珠小姐说不定受到心脏的百般折磨。奇怪，我不觉得这咖喱饭这么辣啊。阿哥，你说我这份？不必，我喜欢辣，辣的好，辣的正好。
哥，吃一个甜的豆沙饼解辣吧。不必，就是要辣，辣的正好，能够逼出汗水，消暑啊。拿回去吃吧。你干嘛自己打自己？打蚊子，打蚊子。那也太大力了。哥，你是不是很气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男儿有泪不轻弹？没事。好想你啊！来，一起躺好。躺好。哎，你今天出门买了什么东西回家？我什么也没买。我特别安排了相熟的车夫载你去买胭脂水粉、衣服、鞋子，你怎么什么都没买啊？我真的没有什么需要买的。好，女人就要勤俭持家。我去打水给你洗脚。哎，没说完。还有，女人最重要的是守妇道。提前给野男人和小白脸这事情是天理不容。姐，要你跟王叔学习做生意之道，谁知道你就趁我跟陈叔离开的时候跑去花天酒地。我哪有花天酒地？那你满口酒味怎么解释啊？不就喝2口吗？二叔说做生意要应酬，应酬免不了喝酒。那你去哪里应酬啦？哎呀，你别老在我耳边咕呱咕呱个不停好不好？不好！哇，我耳朵聋了啦！活该啊！你看你真像个……像什么？泼妇是吗？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张东恩！好了，我投降。二叔带我去怡华轩，那里是华商应酬的地方，一边喝酒打牌，一边交换做生意心得，那也算是学做生意之道。最重要的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别问啦，反正不能告诉你。最重要的是有酒有女人，对不对？喂，你别乱栽赃啊！酒是喝了一点，可是女人根本就没有。那你干嘛神神秘秘、欲言又止？分明就是心里有鬼。你不必激我了，反正我不会说。我要回去睡觉喽。你不说，你别想睡啊！你以为塞钱给车夫，他就会帮你保守秘密吗？抓！想埋怨他，他就一五一十的全都说出来了。是谁？是不是张天鹏？是。你没事吧？二叔啊，
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？你说好不再打小婶婶的。放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告诉他们我为什么打你？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？小婶婶出了什么事啊？你快说啊！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二叔啊，你喝醉了。哥，你快倒杯水给他吧。二叔，来，坐下。小婶婶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同乡，他刚从唐山过来，本来在街边做点小生意，没想到因为不懂规矩，得罪了当地人，从家乡带来的货也全都没了。我看他走投无路，身无分文，所以才决定把钱给他。二叔，小婶婶是阶级同乡，做好事。阿婆常说我们要行善积德，所以广德行才会增医施药，做好事的。可不是，阶级同乡，何罪之有？二叔，你太过分了，竟把小婶婶打得流血。你们不要给他骗了，我告诉你，他只是说其一，不说其二。他那个同乡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是当地流氓老大，自称敢从老虎嘴边抢肉吃。他抢我老婆啊！哎，小心！还在我大喜之日上门大闹，拦着我的花轿不让我娶她过门，还跟着上船一路跟到南洋来。他们是奸夫淫妇啊！今天趁我不在家，他们两个相约在外头勾勾搭搭的。我跟他之间是清清白白的。今天接济的是同乡，我有那么生气吗？你接济的不是同乡，是野男人。你清白，潘金莲被武松逼供的时候也说是清清白白啊！二叔，你别这么说小婶婶。哦，坏娘，你是小姑娘，这种羞耻的事别理了。明天我们起床回家，收拾东西，啊。二叔家务事我会处理的。小婶婶，你干什么？你快下来！你别做傻事啊！下来！张广达，我宁可死，也不会再让你践踏我的清白。小婶婶，我相信你。我也相信你。你现在是要威胁我是吗？啊！好，你跳下去给我看。二叔，我就不相信他敢跳下去。做梦哦！你梦到什么了？我梦见自己是白发苍苍，却仍一事无成，连栖身之地都没有。明珠小姐见我如此落魄潦倒，失望地掉头而去。如果这梦是真的，阿弟，你起身，我有话嘱咐你。哦。阿哥要离开了。离开？你要去哪里？
我也不知道。那就留下来嘛。我天一亮就到药房打工。虽然第1个月没有工钱，但是管吃管住，不需要花到钱的。哥，你先找个落脚的地方，再慢慢找工作也不迟。你问我有什么打算？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并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时光不留人，转眼便已双头已白。即使是前路茫茫，我也要抓紧时机去闯一闯。阿弟，阿哥临行前要你记住，那些有恩于我们的人，即使是小恩小惠，也不能相忘，要永怀感恩之心。将来有机会，一定要加倍回报。我知道，哥。还有，你工作时要努力肯学，你要第一个起身，最后一个上床。这是明珠小姐给我的40块乐币，我把它2分，这份你带在身上，这份我要以它为本，赚到安身立命的钱，那才不负他相助之情。哥，这份你也带着。我在药房打工，管吃管住的，不需要用到钱。阿弟，出门在外，身上总要有点钱，拿去。而且你要念书，晚上有时间就去找间学校读你的洋文。阿哥出去闯荡，快则数月，迟着1、2年，一定会回来找你。阿哥走了。哥，等一下。你一半，我一半。你把明珠小姐给你的钱分我一半，我也把惠娘小姐给的豆沙饼分你一半。你发誓绝对不会辜负明珠小姐，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惠娘小姐的。好，很好。我们兄弟都要记住2位姑娘的恩惠，各自努力，以报答知遇之恩。二哥，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娘娘也常说，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看我啊，啰啰嗦嗦的说个没完。可是小婶婶，你也不可以怪我啊，谁叫你不肯跟我说话啊？小婶婶，如果你的心里真的很难过，你就痛快的哭出来吧。我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的心里真的很难过。小婶婶，惠娘，车子在楼下等了，帮多恩打点，咱出发。好。二叔，你劝劝小婶婶吃点东西吧，她到现在都滴水未进。知道了。二叔，你一定要对小婶婶好。行啊。奇怪。
几天，感情竟如此深厚，感动，感动。幸好你死不成，要不然我就看不到如此感动人心的好戏了。幸好你死不成，要不然现在你在阴曹地府应该后悔莫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会敲锣打鼓，说你跟那个野男人私通，被我当场抓奸，羞愧之下自寻死路。到时候我就要跟你父母拿回那一大笔聘金，那个船费、旅费，还有帮你收尸的棺材费。我还要通告乡里，说你嫁给我之前被土匪绑架，早已经不是黄花闺女。你要以死来证明你的清白。我偏要让你死得肮肮脏脏、遗臭万年。看你到时候还敢不敢去寻死 ？baby， 何止，我还有无毒不丈夫呢。我本来想大发慈悲，放过那个张天鹏的，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他在劫难逃。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再害他了，算我求你了，好吗？你求我？那这样吧，你让我开心，放过他，好不好？好好的伺候我。你还以为我真的会放过他吗？我在试你的。你到现在还不承认你心里有他？不是的，我真的没有。我只是想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你感谢他，所以以身相许啊？真的不是这样。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我告诉你吧。他在这一刻已经死了。你是张天鹏？是。定张天鹏，是。有人买了你的命。惜别了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人生在多波折。逆风而上，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。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。情积满身残，挡不住渴望，一旦认定了，绝不会走亡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雾散，无休的不